俄罗斯专家讲述中国卫星在发生故障2周后复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俄罗斯的航天专家表示，中国的实验10号卫星在入轨后发生故障，2个半星期之后呢，成功变轨复活。早前，据新华社报道，9月27号，我国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了试验10号卫星，火箭飞行正常，卫星呢也准确入轨。火箭飞行过程中，卫星的工况发生异常。李索夫说，依据美国发布的公开资料，以火箭分离后，卫星并没有展现活跃性，轨道的变化完全是自然现象。他还说，美国军方的数据显示，10月15日，实验10号卫星利用它星载的发动机，实现了卫星姿态机动和变轨，从距离地面近地点168公里和远地点40086公里的轨道，切换到近地点450公里和远地点39927公里的轨道。李索夫说，这说明中国卫星在发生故障2个半星期之后成功复活，原本失败的发射出现了大反转。卫星发射失败呢，一般来讲有这么几个原因：一个是运载火箭存在的严重故障，或者是保护罩没有适时展开脱离，最终呢导致卫星发射失败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是整个运载火箭的发射过程是顺利的，但是卫星和火箭脱离之后，由于本身存在着故障，导致它不能够正常工作。那么此次实验10号卫星的发射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，也就是说，它入轨之后，由于星载的设备某些地方可能存在着故障，最终呢没有能够正常工作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么一颗卫星它还能够复活吗？这应该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工作。一个呢，如果发生的故障不是致命的，而且可以通过地面控制站发送的指令进行相应的修改修正，它就有可能呢将故障排除，恢复正常。或者是呢将故障件隔离，让其他的系统仍然能够正常工作。而这次复活的卫星不但工作正常了，而且它还能够利用自己携带的星载发动机自动的进行了变轨，从而在新的轨道上进行相应的运行。那么可见呢，实验10号卫星它的安全余度是比较高的。一旦某一个系统发生故障，它有可能用其他的系统来取代它原有的功能，最终呢通过2个半星期的时间将该故障排除，让它恢复正常，从而能够继续的执行相应的任务。可见我们在卫星的设计方面考虑的还是相当周全的。因为卫星进入太空之后，它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，何况在发射过程中震动、过载等一系列的因素，有可能对卫星上的某个元器件造成冲击，最终呢导致故障的发生。那么如果你事先考虑的比较周全，那么这样的故障很可能在地面的指挥中心呢，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信息呢，对故障点的位置能够实时做出判断，或者是经过分析以后做出准确的判别，最终呢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它进行处理。故障呢能够排除那最好那么整个卫星就处于一个正常运转的状态。如果某一个系统的故障不能排除，那么可以用其他的系统覆盖
或者是取代它，卫星呢依然能够按照它原先的设计来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。那么这次实践10号在发射过程中呢，虽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，但是最终在我们地面人员的努力下使它恢复了正常。可见我们在卫星发射的安全性、可靠性方面，这些年经过努力呢，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个阶段。哪怕远离地面几百公里，地面人员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将其故障排除。失败不可怕，通过总结经验教训，我们对失败的原因做出准确的判断，并且呢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，最终呢，就有可能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卫星发射的成功率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